日前，印度突然爆出一篇文章，讲的就是中印即将在下一次举行的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按照印媒报道的，中国已经表示了双方可以在26日进行军长级会谈，以敲定双方在下一阶段的协议。结果印度却不同意，要求修改日期，另外选在未来2周内。原本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解放军对印度的这些招式可谓是了然于心。结果印度媒体却再次刊登了一篇文章，所提到的事情不仅令人哗然，印度这是想插手南海，继续挑衅中国。据中时新闻网消息，印度专家、现任印度智库国际海事基金会的成员梅农在印度快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国防经费有2500亿美元，但是印度却仅仅只有729亿美元，这中间的差距本就是鸿沟。结果印度的国防经费还至少有81%被用在人员和作业上，这就让印度更加难以和中国抗衡，特别是印度在陆地上根本就打不赢中国。随后，印度的这位专家峰回路转，又提到了虽然印度在陆地上打不赢中国，但是却可以借助瞄准中国唯一战略弱点来和中国对抗，应对中国威胁。这可能就有人会很奇怪，中国有什么战略弱点还是唯一的？按照这位专家的说法，中国唯一的战略弱点就是强烈依赖海运输送石油资源。对此，印度可以继续推进四方安全机制，利用四方安全对话，同盟国美、澳、日对南海进行监测，切断中国在海上的运输要塞，构建对中国舰队的猎杀区。也就是说，印度推迟和中国举行的第12次军长级会谈，根本目的就是因为印度没有收敛自己的野心，想要继续和美日澳合作，插手南海，对中国进行猎杀。印度是不是没有自知之明？陆军都和中国有差距了，还觉得海军能够对中国构成威胁吗？有意思的是，梅农对于印度海军同样不如中国的情况，也提到了应对之法，表示印度可以从陆军中裁军20万，这样一来就可以将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海军上了，比如买各种先进的战舰和舰载机、潜艇和航母等军用装备，以及在海外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像是和阿曼谈判的马希拉岛。印度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有这个闲心思来挑衅中国，好好整治一下自己国内的基础建设，控制一下国内疫情，不好吗？如今中国的实力就是美国都要掂量掂量，印度要插手南海，也只能被美国当成炮灰。最后，现在中国还是需要对这件事多多注意，毕竟26日已经有网友拍到英国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所以一旦中国这会儿出手压制住美国，中国将很有可能面临多方围攻的局面。对此，中国必须提前准备应对。近日，中美之间的交锋是越来越汹涌。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正式访华前夕，中国接连对美国发出3大信号，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势，力图让美国能够清醒明确的认知，如今的时代早就不是美国一家独大了。这件事原本看得大家是热血上头，结果就在这个当下，岛内却胆敢顶风作案，再一次作死。据中国台湾网报道，有岛内军方官员透露，如今美国疫情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岛内决定派出部分军官前往美国参加美台联合防空会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解放军的空中威胁，所以岛内必须要和美军共同商议对策，建立共同作战环境。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和美国加强了军事勾结，岛内还透露有携带爱国者3防空导弹，奔赴美国进行实弹射击的计划。虽然这个安排是在明年，但是不管在什么时间，这个消息放出了，那就是对中国对于岛内主权利益的挑衅。在这里必须要提醒岛内一句，解放军从来不是软柿子，更不是病猫，一直以来不曾对岛内实行强硬措施，不过是因为和平不易，都是中国人愿意给大家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这不是岛内一而再再而三作死的理由，和美国勾结，甚至心甘情愿成为美国手里的刀。这件事不管岛内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既然想要作死，解放军也不是不能成全。国防部的吴谦大校早就有言在先，岛内的台独分子如果一意孤行，甚至铤而走险，解放军必定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件事其实也带着美国的试探，毕竟在中国接连发出强势信号后，美国却依然大摇大摆地给岛内勾结，要么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把中国的警告放在眼里，自以为中国绝对不敢对美国出手，要么就是美国用这种方式来向岛内、向盟友证明美国会持续和中国对抗，怂恿岛内以及美国盟友对中国出手。就比如刚到南海的英国航母战斗群。
对此必须要重申一遍，此前中国明确告诉美国的勿谓言之不预，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美国插手台岛和港岛的事务，那就必须承受中国的反击。而且在中国发出警告后，俄罗斯也紧跟着对国际社会发出了示威。在如此巧合之下，明显就是为了表明中俄站在一条线上的，只要一方出手，另一方绝对会跟上。所以美国一旦和中国正式对上，那么必将面临中俄联手绞杀。最后，就像国人说的，对于岛内解放军的收复必须要加速了，不然永远不知道天高地厚。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算是美国麾下最为听话的盟友了。每次看澳大利亚的种种动作，都令人有一种十分微妙的感觉。毕竟不说一般国家，就是一般人也大多做不出这么些个事儿来。而最近澳大利亚高官又来放狠话了。据观察者网消息，近日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丹特汉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面对美媒放肆提问，丹特汉再次对美国表了一通忠心，表示澳大利亚将与美国共同合作对抗来自中国的压迫，甚至对美媒提到的美国拿走了澳大利亚原本对华出手煤炭的贸易额，以至于美国对华贸易直接破了纪录这样的话时，直接放话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了承受对华争端的代价。简单的说，就是澳大利亚对美国表忠心，却要对华放狠话。即使一直被中国制裁，自己的对华贸易额被美国抢去了，澳大利亚仍然要和美国站在对抗中国的前线。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是铁了心要和中国全面对抗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美国一直对澳大利亚说自己不会让澳大利亚孤身一人的，但从各种动态上来看，美国到目前为止真的对澳大利亚有任何切实的帮助吗？澳大利亚的前在华代表瑞杰瑞就表示几乎没有。而且2020年澳大利亚尚未和中国对抗的时候，在华的贸易额一度高达1452亿美元，也就是6930亿人民币。而2021年却因为种种动作，不仅贸易额全面下跌，甚至最后就连经济活动都停了。对此还是那句话，澳大利亚真的打算宁可对华的6930亿出口生意不要，也要一条路走到黑，誓死抱美国大腿吗？很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的这位贸易部长丹特汉一边放狠话，一边又说在寻找和中国继续合作的机会。这代表了什么？澳大利亚不打算全力支持美国？在笔者看来，其实并不是如此，更有可能的是，澳大利亚舍不得6930亿的生意，所以打着一边吃中国的好处，一边捧美国的臭脚的好算盘。因为不管是澳大利亚在美国面前慷慨激昂地说要承受对华争端的代价，还是澳大利亚几次对中国的挑衅行为，澳大利亚对华都没做过什么好事。所以澳大利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也不过就是舍不得6930亿的生意而已。所以对此，中国绝对不该继续给澳大利亚机会，毕竟白眼狼的事情还少了吗？不过如今人民日报已经给美国下了最后通牒，警告美国勿谓言之不预，而这几乎就等同于发战争警告了。所以澳大利亚如果依然保持这种态度，就像国人说的，还真是想的倒是挺美。